岛国排放核废水成为既定的事实后，原本强烈抗议的龙国却反倒不再抵触，转而号召所有研究所开始囤积海水，并且宣布面向全国召集5000万名工人，准备沿着海岸线铸造一道钢铁长城。可消息发出后，网络上却充斥着东瀛人的嘲笑，一时间龙国大题小做的话题成了唯一的热门。只是他们的嘲讽没过多久就变成了沉默。无数深海巨兽裹挟着海啸将岛国淹没后，才终于让全世界人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但那时迎接他们的只有海兽们的屠杀和龙国高达500米、绵延2万公里的海岸长城。而在幕后指导这一切的我，此时还正一脸尴尬地站在课桌上，讲台边一位教授正满脸严肃地训斥着：“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，核废水在洋流裹挟下多久会传遍全球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下意识地回答道：“按照动态数据模拟需要10年时间，但留给人类文明的时间却只有11个月。”想到这，我也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于是，在众多同学诧异的目光中，直接冲出教室。前世身为华夏战神的我，深刻了解这场灾难的恐怖。11个月后，核废水将唤醒深藏海底的远古巨兽，届时高达6级的海啸将在全球发生，无数海兽随着巨浪席卷向陆地。我身为华夏最强的觉醒者，曾独自一人横刀立马，守在南洋国门之外斩杀上千只海兽，但终究还是不敌那头10级巅峰的饕餮。龙国也在坚持了1年后被他摧毁。我目光坚定看着街道上嬉戏的孩童，现在他们的未来只有我能守护，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得到国家高层的信任。于是回到宿舍，我就拿出纸笔和圆规尺，准备画出一个能将海水变为能源使用的转化设备。这是前世灾难来临时用来解决能源危机提出的龙王计划，只可惜等实现量产时已经太晚了。当时的我作为这支科研组的负责人，闭着眼睛都能将图纸画出来，现在自然也不例外。接着将设计图完完整整拍了下来，打开邮箱发送给前卫明院长。这位老院长风骨人品齐正，上一世也是龙王计划的总设计师，殚精竭虑一辈子只为中华，完全不用担心他会私藏设计图纸。事实也正如我所料，次日一早就有10几辆黑色 SUV 来到学校，整条街道都被武装人员严密封锁，天空中全是直升机的呼啸声。2名特勤人员径直走到我的面前，掏出证件：“您好，我们是华夏神龙局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”“走吧，我等你们很久。”天南海的中枢办公厅中，经历层层安检后，特勤人员才将我带进办公室。坐在办公椅上的白发老人饱经沧桑，一眼就看出我的目的。“你给钱院长这张设计图，应该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吧？”我见状也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11个月后，全球将会遭遇一场惊世灾难，全人类都会因此灭绝。如果换成其他人，也许会被当成精神病对待，但桌面上放着的龙王设计图，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暂时相信我的话语。”统领无比郑重抬手示意我继续讲：“您还记得5年前在南冰洋发现的奇异巨兽吗？万里深海中有我们未知的恐怖，岛国的核废水会将它们唤醒，届时会以大平洋中心的11级地震为开端，无数巨兽在近100米的海啸中涌上陆地，那是核武器也对抗不了的力量。”我说的这一切太过荒诞，以至于让在场的众人实在难以相信。不过我知道科学院中还有那具海兽的尸体，于是平静地说道：“统领，您不妨让前院长试试用虚拟模拟技术，将那些打捞出的骨骼进行完整还原，这样您就知道那是何等恐怖的生物。这项技术才刚刚问世不久，还从未在生物骨骼上使用过。”钱为民听到这个建议，立马就安排人去实验。只1小时，办公室的大门就被敲响，报告的数据让在场众人都冷汗直流。这新物种生前体型竟然超过100米，而其诞生的时间更是比恐龙还要久远。最恐怖的是它的死亡时间距今只有10年。表皮分析数据证明，一切常规火力对其完全无效。统领猛地转过头，凝重地望着我：“小伙子，根据你的推测，这种怪物整个蓝星有多少？”我的回答让他们更加沉默。他们是群居生物，数量无法估计，而且模拟报告中的那头海兽还并不是最强的。统领起身，不断在办公室内徘徊。他很清楚，这种怪物如果苏醒，将会带来何其恐怖的灾难。接着转头看向我：“既然这场所谓的海兽灾难足以毁灭全人类，那么你设法来见我，应该是已经有计划了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麻烦钱院长帮我拿一沓 A5 纸，还有最精密的尺规。在场的众人还不知道他们将看到一个多么疯狂的工程，直到10个小时后，随着我将最后一笔绘画完成，整整20米长的设计图跃然纸上。统领，如果华夏想要在海兽袭击中屹立不倒，那么这座绵延近2万公里海岸线的钢铁长城就必须在11个月内修建完工。你确定那个所谓的海兽灾难会爆发吗？统领目光深邃，紧盯着我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便是他也不能轻易做出决定。您可以让钱老连夜开始模拟洋流轨迹，以此来证明我的话。统领点了点头，威严的目光中带着一股信任和赏识。若真如你所言，那我向你承诺，华夏将举全国之力配合你的计划。接着我就被送回学校，操场上依旧是往日祥和的场景，只是周围的人群中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。第2日一大早，模拟的洋流轨迹就被汇总成报告。头发蓬乱的钱为民眼中满是惊恐，所有的结论都和我预料的一样。当报告被送进天南海中枢办公厅时，统领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震撼，传我号令，立刻让保护陈峰的神龙局特勤进入战斗状态，所有保护机制全部启动，召集所有总署长级以上官员以及军部重将，在大会议堂召开绝密集会议，立马护送陈峰到大会议堂，沿途派出城卫军封锁所有街道，全城戒严。命令下达的瞬间，华夏理工大学校内的安保人员纷纷站起，脱掉了身上的外套，露出里面黑色的行动衣以及胸口上的证件。天空中再次响起螺旋桨的呼啸声，校外主干道上，重达数吨的装甲车排成一队缓缓驶来，朱雀20超音速战斗机急速掠过天空。另一边的大会议堂中，这里足以容纳1万人同时入内，但此时参见会议的只有500人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就被紧急召来。有些
脾气暴躁的将军已经猜测，莫非孔雀国那群阿三又开始蹦吧？开什么玩笑？那群耍杂技的可不值得统领大动干戈。统领见状，只是对着话筒轻咳2声，偌大的会议堂顿时安静下来。今日将诸位召集于此，是有一件关乎国运之事即将发生。在总领的介绍声中，我正式登上舞台，看着眼前众人，我也不由得有些激动。守护华夏的海岸长城计划将在今天正式启动。随后我深吸一口气，郑重无比地展开计划书，说道：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的话，给各位看到的东西，将是超乎你们想象的，希望大家保持冷静。海兽是在恐龙诞生之前就存在的远古巨兽，高等级海兽体型巨大，后来因为海洋缩小以及气温变化，才遁入万里海底沉睡。我与前院长李院长推测，11个月后，海洋全部被核污染，到时候人类就会见识到这种怪兽的恐怖。而我们华夏如果想要在这场灾难中存活，就必须要将恐怖的海兽拒之于国门之外。为此，我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我称之为长城计划。长城自古便是为了抵御外敌，很有意义。以万里长城筑铁血防线，护身后14亿人民。听到这个计划的命名，在场的高层们纷纷鼓掌称赞，他们大多已被岁月洗刷去了当年的憧憬，如今却再度感受到了那股热血，血染沙场，保家卫国。这条脚下的防线之后，是华夏14万人民。我将自己的计划书通过投影的方式，在大屏幕上开始播放。大家请看，长城计划共分为2步。第一步，钢铁长城。大家可以看这张巨型设计图，沿我国近2万公里海岸线建造一座高500米的钢铁长城，用来抵挡未来如家常便饭的100米级海啸，还有海兽的进攻。光是看到屏幕上那幅钢铁长城的设计图，诸位高层和军部将心都只觉震撼无比。工业署总署长王乾坤忍不住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激动道：华夏近30年来，由他主持参与的世界级建筑项目不下10个，便是那横跨峡海的跨海大桥，都是他一手设计的。而当看到钢铁长城的设计图后，却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可想而知我给他带来了何等震撼。可是，即便是运用了新能源材料，咱们国内的钢铁储量也不够支撑起这座长城的建造。资源署总署长夏国东眉头紧蹙，面露难色。他的职权便是负责管理资源开采以及储备。虽然华夏的资源储备位居世界前5，但是也经不起这么折腾，没有足够的铁矿，根本造不起这座绵延2万公里的钢铁长城。此时只听见一道中正声音在大会堂不断回响：钢铁不够，我来解决。说话这人是商务署署长魏白衣，他从座位上站起，虽然他今年才53岁，却已白发过半，显然平日里为了华夏经济发展没少操劳。我军部也来配合魏总署长，一身橄榄绿装，肩扛一颗金星的将领站起，他正是负责军部后勤保障署署长裘建，上下一心。这便是华夏。首座老人看着这一幕，不由眼角湿润，与他同样的许多老干部也不由回想起来数10年前的峥嵘岁月时光。曾有人以为自那以后的华夏人就已经失去了信念，那段一切为了人民的时代早已消失，但他们却不知信念一直在，总有人不忘初心，时时刻刻守护着这个国度。小伙子，那你的第2个计划是什么呢？许多高层和军部将星此刻非常好奇，长城计划第1步都如此雄伟壮阔，那第2步又会是什么？只见我神情郑重，字字坚正道：第2步，华夏预备役士兵全部转正，并且再额外征召2000万士兵，不分性别，凡18至40岁者皆可应召。此话一出，语惊四座，全体预备役士兵转正，这可是1000多万人啊！这还不够，还要再征召2000万，那岂不是我华夏将扩军至3500万人？这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担心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。纵然这些高层都是久居高位的大佬，此刻也不由纷纷失色。纵观全世界，便是昔日屯兵最多的北巡，也从未拥兵3000多万。军部肩扛3颗金星的大佬邓孝内心激动，环视4周同僚，怕什么？以我华夏今日之底蕴，便是征他4000万将士又有何妨？这才是我千年大国该有的气概。今时今日，龙已腾飞，还需要惧怕什么？这个国度由14亿儿女组成，代表着团结不可撼动，代表着奇迹。待众人平复下来后，首座老人拿起话筒，依照惯例，对于长城计划，大家可以开始表决了。还用表决什么？我商务署同意，工业署同意，并将全力配合。南部战区同意，东部战区同意，全场500多位高层大佬纷纷赞成长城计划的实施，全票通过。就连首座老人上位这么多年，都没曾见过如此一幕。那么，我建议成立最高行动组，统领长城计划执行，并由陈峰担任总指挥长。大家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500多位高层大佬异口同声，他们都很清楚，除了我外，没有人能担得起这个位置。当日晚7点，华夏新闻竟然罕见地停止了日常新闻，而是改为特别专栏、特别播报。经中书院审批，我国将成立最高行动组，统帅3军，负责华夏内外事务。新闻一出，全国震惊。天呐，这个最高行动组是什么意思？权力竟然这么大，这是要开战了吗？现在飞机刚到京城，悄悄告诉你们，京城已经全部戒严了，路上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城卫军呢。我华夏沉睡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向世界亮剑了。求参军，我要报效祖国。论坛上这条新闻已经被顶上了热搜第1，引起了网民们的激烈讨论。西凉猎鹰特种大队退役士兵随时等待祖国召唤，一张张写着若有战兆必回的图片被疯狂转发。但接下来的一条新闻则让所有人瞠目结舌。喜报，我国科技院正式研究出能将海水转化为能源的设备，已投入生产线量产，名为龙王。如果说之前的新闻只是让华夏百姓们有些惊讶，那么这一条播报则震惊全世界。神秘的东方，华夏科技院宣布研究出能将海水转化成新能源的设备。这条消息以极快的速度席卷全球，米国、樱花国、高卢国、北熊国、英国等纷纷召开紧急会议，对华夏这条信息展开讨论。他们不相信凭华夏的科技水平能够研究出如此超越时代的设备。当即米国首座特梅普在推上表示，华夏那个所谓的龙王是骗人的，没有人比我更懂新能源。英国外臣附和道，这只是东方的一场谎言罢了，请大家放心，
惊，一时间舆论四起，就连国内的网友们都表示不相信了。毕竟这个所谓的龙王听上去太过超现代。这时有个网友留言，新闻不是说了吗？龙王已经投入量产，很快就能看到了，到时候不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他的留言很快就被顶上热搜，全世界的目光此时都不由自主地聚集向这个神秘的东方，全都等待着龙王是否能真的面世。